好了，各位，我是有风。那如果你想在 YouTube 上面或者在 IG 上面赚钱的话，那你得赶紧行动起来了。2024年马上就要来了。今天有风介绍的这个内容方向的话，目前来看竞争还不算激烈。那如果你早点行动的话，可能还有机会。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案例的一个频道，这个内容方向的话是关于一个黑暗心理学啊。什么叫黑暗心理学呢？我们来问一下 GPT， 我问他什么是黑暗心理学。我们来看一下，黑暗心理学的话是一门研究个体思维与行为中不道德、欺诈、操控等负面方向的一个心理学分支啊。它主要是关注人们如何利用心理学原理来影响、操控、控制他人啊，通常涉及一些不道德的一些手段。黑暗心理学的话，并非正式的心理学专科，而是一种非正统的研究方向。通常的话，它与道德伦理相关这个是一个知识。黑暗心理学它也属于心理学方面的一个分支，也是一种知识领域。这个知识领域既然存在，肯定是有它存在的一些道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的话，可能我看了一下网上讲的并不多。所以说，如果我们做这方面的内容呢，可能还有一点机会。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频道。这个频道的话，它一共才53个视频，而且它的视频的话都是短视频粉丝的话有接近40多万一个粉丝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播放量比较高的话，你看接近900万一个播放量，700万一个播放量，600万一个播放量，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我们来看一下它一个月播放量的话，我用 Social Blade 查了一下，它的一个月播放量在2000多万左右，2300万左右。那看来很多人可能还是有心理比较阴暗的一面。那既然他的关注度这么高，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着来做一下。我们随便打开他一个视频先来看一下。If you look at their forehead, they will feel intimidated and insecure. When someone makes a joke about you, pretend like you never heard them and ask them to repeat it. This will make. 其实看下来是非常简单。它这个呢，就是用的是 AI 的配音，再加上一些黑暗心理学的一些文字，然后再加上字幕再加上一些简单的一个图片，也有可能是一些简单的一些视频。做起来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有风就来教大家怎么样一步一步来制作和它相类似的一个效果。我们在做 YouTube 频道之前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一个 YouTube 的一个频道的名字。那如果你不会取的话，我们可以交给ChatGPT 来帮我们取一下名字。好，我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假如你是一名取名大师，我准备做一个关于黑暗心理学的一个 YouTube 频道请你帮我取10个创意的名字，用英文取。OK，GPT 的话取名字的话也是分分钟就帮我们搞定了名字取好以后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 logo。logo 的话，我们可以用 Leonardo 或者说是 Midjourney 的话来帮我们生成一下。这个是 Leonardo 是免费的，每天的话都有150分，你可以用于免费生成。这里显示150分，那你如果生成的图片不多的话，也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如果你想效果更好、更专业的话，有风就建议大家用 Midjourney 来生成。这个就是 Midjourney。需要生成 logo 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提示语，我们来试一下。好，我们再把这个提示语粘贴进来。OK， 我们这里选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黑暗心理学的一个英文翻过来，邪恶的人物，年纪的话是中年，后面再加个 logo。我们点击一下生成。同时的话，我们可以在 Midjourney 里面也同时试一下。等一下我们看哪个效果好就用哪个，都是一样的。好，点击一个发送，我看一下。这个就是 Midjourney， 这是 Leonardo 生成出来一个效果左边的话，我们最好把它比例的话再调一下，调成1:1。好，再点一下生成。好，这个时候有风是用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我试了几次，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一个效果，比如我觉得最后一张我就点个右4。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在浏览器中打开一下，我们看一下。其实这生成出来的 logo 的话还是非常专业的，这是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这个是 Leonardo 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那有了这个 logo 的话，我们还需要顶部的这样一个横幅。横幅的话，我们也同样可以用 Midjourney 或者 Leonardo 来生成一下。我直接用 Midjourney 来生成吧。和刚才一样，只是说这次我稍微改了一下比例，
这次改成，比如说前面的都是一样的，后面的话这里加了一个 U2 的一个横幅啊，这个是它的英文。那比例的话是2560比上1440，好，把这个发送过去。好，很快 Midjourney 就生成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我觉得第一个可以，我就点一下 U1。OK，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生成出来的一个横幅的一个图片。那我觉得也还不错，我可以直接点击右键，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logo 和横幅。logo 和横幅差不多生成好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脚本。那脚本的话，我们可以先去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好，我们打开 Google 搜索这个关键词“黑暗心理学”的一些知识点啊，里面的话有非常多。你可以随便多打开几个网站去找一下，找一些相关的信息。那有风找到了这个网站，他说35个黑暗心理学的一些技巧。OK， 我们可以随便在里面来找一个。那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可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复制下来。然后的话，我们也不是直接复制拿它的用，我们还是稍微用 GPT 改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 GPT。然后我把这个提示给他，我说帮我重写下以下内容。好，发送给他。这就是 GPT 的话帮我们重写后的一个内容。好，我们可以直接复制来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文字的话转化成一个语音。那我们可以打开 ElevenLabs。OK， 我们可以在里面选择一个好听的声音。We have committed the golden rule to memory. I'm not interested in age. People who tell me they're... So is cheerfulness or a good temper. Let us always meet each other with smile, for the smile is the beginning of love. 你觉得这个好的话，可以你就直接点击这个，增加到你的一个声音库里面。好，然后我们点击这边合成，然后把刚才的一个粘贴进来。这里的话，选择我们刚才这个声音。Let us always meet each other with smile, for the smile is the beginning of love. 好了，然后的话，我们这里点击一个生成。好，生成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然后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面。If someone appears upset or irritated with you, try introducing a few minutes of silence. Afterward, ask a seemingly harmless question related to the other OK， 现在声音也有了啊。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些画面啊。画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那同样，我打开 GPT， 那我先问一下，我说帮我描述一下黑暗心理学的一些场景。那等一下我可能会用这些场景的话来生成一些对应的一些图片。啊，这里有他在一个安静的咖啡馆里面，两个人坐在一起，表面上看的是一对朋友。然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藏的心理博弈，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效果。然后的话，如果你觉得上面还不够具体，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提示发送给他。那我叫他具体描述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场景。OK， 我现在在一个繁华的城市，有一家高级的餐厅，啊，灯光昏暗，啊，氛围奢华。OK， 这样一个场景的话，有人物，有场景啊，差不多有了。那接下来你可以叫它翻译成英文。OK，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英文复制到 AI 图片生成工具里面，让它帮我们生成一些对应的一些图片。我们可以按照刚才同样的方法，我叫 GPT， 比如说再帮我描述一个简单一点，还需要一个描述型的写。OK， 这里的话它继续帮我生成了一个，那这里肯定少了，那觉得不行的话，我们再来一个，这里有风重复了很多次，生成了不同的一个场景。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就在下面直接打一个，再来一个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这个图片，然后的话打开我们的 Midjourney， 然后的话打一个斜杠，我们在里面生成一下对应的一个图片。然后的话，这里比例大家注意一下，一定要改一下，改成一个9:16，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做短视频 ，AI 那里改成一个9:16。好，按一下回车。那我们可以重复这样的步骤，
我们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全部都复制到 Midjourney 里面来进行一个生成。我们来看一下有风生成的一些效果的图片，这就是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一个，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就这种。然后你觉得这个可以，你在浏览器中打开，然后你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面。那有风做了很多这种效果 ，OK， 这里还有。OK， 这种都还有点这种黑暗心理学这种感觉。OK， 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当然了，生成图片的话，这是我们刚才我们自己生成的一个图片效果。那如果你想生成一个和它这个相类似的一个图片效果，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用以图生图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按住键盘上的一个 Shift 键，再加 Win 键，再加 S 键。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截图 ，OK， 截图以后，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片的话保存到你的电脑上面。你可以多在里面截几个图。好，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场景也可以我这次我也截个图，Shift 加 Win 键再加 S 键。好，同样的话也把这个图的话保存到你的电脑上。OK， 这个就是有风刚才截的几张图，这个都是从刚才那里面截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打开 Midjourney， 同样的打开斜杠，这次我们选择第二个描述图片，点击这个，这里上传一下我们刚才截的图。我这里截了几张，点击这个，然后按一下回车键，这是我截的图，然后它会帮我们生成一些对应的一个图片效果。OK。那我也尝试了非常多次，有风这里又试了一下这张图片以图生图，下面的话这张我也试了以图生图。那你们做的时候要多尝试，看能不能生成你满意的效果。我觉得这个以图生图效果还可以，比如说我觉得第3张还可以，我就点一下 U3。下面的话这些都是以图生图的功能生成出来的效果。我觉得最后一张可以，我就点一下 U4。那我们就有了2种素材，第一种的话就是叫 GPT 帮我们生成了一个关于黑暗心理学的一些图片，它直接就是帮我们生成了这种类似这种效果。那如果你觉得这种你不喜欢，那我们就直接截它的图，然后也来进行一个以图生图。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所有图样保存到电脑上。有风的话已经保存到我的电脑上面了，这个是以图生图出来的一些效果。那这个的话就是用 GPT 生成描述的一个黑暗心理学的一个场景生成出来的一些效果。那等一下的话，我们就把这些图片在剪映里面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合成。我觉得效果都还可以。我们来生成2种视频第一种的话就是用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这种图片来合成。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用以图生图出来的这种图片来进行一个合成，就是这种接下来我们来合成一下。好，有风已经打开剪映了，接下来把我们的素材给导进来，导入，我们点击一下导入。好，找到我们刚才的一些图片比如说我觉得这几张还可以，也可以多导几张进来，然后来测试一下效果。然后直接把它拖到这个轨道上面来。这比例的话，我们把它改成一个9:16，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短视频。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声音导进来。好了，那为了多显示几个场景的话，我就把图片的显示时间缩短一点。我在中间点一下，然后点击这个向右分割，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多出来几个场景。OK， 我们来看一下。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a desired trait in someone, such as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patience. OK， 这些的话我们都可以调整，都可以挪动它一下位置。中间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个转场。转场我们这里选择转场，拉到中间这个位置。OK，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把它加一个特效，让它动一动。每一个的话，最好都加个特效。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效果。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a desired trait in someone, such as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patience instead of apologizing for keeping them waiting. OK， 然后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字幕。
我们点击文字，然后这里点击智能字幕，我们先把它这个字幕识别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字幕的一个效果。Secretly looking at you, but you are not sure. 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you can do. 1. Look at your watch. When you think 好，它的字幕的话就是每次只出来一个单词，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好，我们这里字幕的话也识别出来了。首先我们要做的话就是把我们的字幕移到中间，然后的话我们点击字幕，然后空格的地方我们点一下它，然后按一下回车，让我们的一行的话只显示一个单词出来。好，这加好以后，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字稍微调大一点点，因为现在有点小。我们点击这个文本，然后把字号的话调大一点。然后它字的颜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是黄色，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黄色、红色都没有问题。然后这里我们也可以用黄色字体的话，我们也可以换一下换了字体的话，我们最好点击这上面这个可商用。可商用的这个字体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版权的一个问题。OK， 我觉得这个好，我们就可以。我们来看效果。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a desired trait in someone, such as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patience and OK， 差不多有一点这种效果了。当然了，这个字的颜色的话，比如说我选中这几个，那我这个地方颜色，比如说我想换一个颜色也可以，也把它换成红色也没有问题。OK， 这时候我们这个颜色的话就变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把它加一个背景音乐。背景音乐的话，我们可以去 YouTube 的一个后台搜索一种比较黑暗的一种音乐。进入后台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Audio Library， 就是声音库。然后我们这里第一个选择一个无需署名的，选这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再选一个，我们选择一种心情的话，我们选择这个黑暗，这个比较黑暗的。OK， 点击应用试听一下。我觉得这个好，我们直接点击 download， 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然后的话，我们再把它导进来，点击导入。导进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可以直接导进来，然后的话再弄到这边来。好，点一下它，然后向右裁剪。OK。好，大概效果是有了。好，接下来要做的话就是把它导出来。当然了，这些效果的话你都可以随意的更换。好，直接点击右上角导出。好，第一种类型的话我们就做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a desired trait in someone, such as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patience instead of apologizing for keeping them waiting,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that they will embody the desired behavior.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a desired trait in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做第二种效果，就是以图生图，用它的一个图片进行的以图生图的一个效果。那方法和刚才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可以先不用关它，我们直接在图片上面点击一个右键，然后下面选择一个替换片段，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这个图替换进来。那后面的话我们也把它换掉，也是一样的替换。那方法都一样，后面的话重复这样的一步骤。替换掉以后，上下有一点空，让我们把它稍微拉大一下就可以了。那每个都把它拉一下。OK， 以此类推，把我们所有的都拉一下。然后下面的背景音乐的话，可以稍微换一首，比如说你可以多下几首音乐下来，然后这里可以把它换掉。那后面多的把它裁掉。音乐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小声一点点。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大概效果。OK， 同样的导出来，那我们看一下效果。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a desired trait in someone, such as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patience instead of apologizing for keeping them waiting,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that they will embody the desired behavior.OK， 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就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 YouTube 的一个频道。那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 YouTube 的频道，比如说你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以后，你直接可以在这里创建频道。创建频道以后，那你可以进入你的频道的一个后台。
OK， 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后台以后的话，我们首先把我们的一个 logo 还有我们的横幅给换掉。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把我们刚才用 Midjourney 生成的一个名字给弄进来。OK， 这是我们刚才用 Midjourney 的名字，我们随便选一个吧。这里选择一个基本信息，把我们的名字给粘贴进来。然后的话，记得这里点一下保存。那 logo 的话，我们在这里品牌这里，我们可以点击更改，也可以直接上传。把我们的一个 logo 给传进来，横幅的话也更改一下，也传进来。OK， 点击档 ，OK， 这个时候点击一下发布，稍等应该1到5分钟左右，那我们的主页就会生效了，这个的话就会显示出来。OK， 这里已经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传视频，我们点击左边这个内容。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创建，这里是上传视频。那么把我们刚才2个做好的视频可以同时传进来，2个一起选中，好，点击打开。OK， 这里的话正在上传。好了，上传了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来编辑一下它，点击一下编辑，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视频的一个名字我们来取一下。那名字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刚才重写的一个内容。那我比如说我复制一下它，我 Ctrl 加 C， 好，我把这个提示语给它，我说 OK， 我说根据以下的内容帮我写一个 YouTube 的一个短视频标题关于黑暗心理学的，然后把它发送给他，点击一个发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 GPT 帮我们生成的一个黑暗心理学的一个标题，我们复制一下它。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粘贴进来。那后面的话，我们这里加一个井号，我们把这个短视频的话题我们给它加进来。OK， 就是这个。描述的话，我们一样的可以叫 GPT 帮我们写，你也可以直接把我们刚才这段话复制进来。好，直接点击下一步，点击下一步下一步 ，OK， 下一步。好，这里点击一个公开，好，点击一个上传。OK，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好了，我们差不多已经上传点了。OK， 其实整个流程做下来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做这个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难度，那要的话可能有一点小技巧。那有风建议大家在前期制作的时候，每天至少传个2、3个短视频上去，间隔时间的话，中间间隔个3、4个小时，那每天上传3、4个，一定要持续坚持的上传。那你不要上传个几个视频，你没有看到播放量，你就不上传了，那肯定是不会有效果的。因为作为一个新频道，你刚刚在 YouTube 上面创建的时候，你前期是没有权重的，那你需要稍微养一下号，就是每天稍微发个几个视频上去，然后连续发几天，然后后面慢慢的流量就会进来。那我建议大家至少这种类型的视频的话，做个100个相似的视频，然后呢持续做个1个月或者2、3个月以上，那你可能才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好了，我是有风，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就是一些网上赚钱、网上创业的一些思路和想法希望可以帮到你。那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了，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给有风留言，那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好，这一期先这样吧。 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a desired trait in someone, such as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patience instead of apologizing for keeping them waiting,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that they will embody the desired behavior. 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a desired trait in someone, such as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patience instead of apologizing for keeping them waiting,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that they will embody the desired behavior.